这台车从05年购入到现在，跟了我快15年了。当时那个年代的背景，其实这台车的性能、操控，可能只有保时捷911 GT3可以媲美。这车就通过广东宝马会进口过来，然后大概这车子有8台左右啊，大部分是开篷车，因为我个人的性格比较内敛，也很害怕张扬，所以我刻意跟就是专卖那边要求我需要一台硬顶的，当时我也不知道土耳其蓝是什么颜色。从广州把这车调来的时候，放到那个展厅门口的时候，我远远的第一眼看上，我就喜欢上这个颜色，然后我当天就把这车提走了。提走之后，其实上牌的过程还蛮波折的，因为这车不在那个环保目录里面，然后他们几度要求我换车，因为上不了深圳牌或者选珠海牌，但是我一直坚持我只要这车，然后通过德国厂家的配合，环保局签名，车管所建档，最后终于在05年7月把这车上了深圳牌，而且运气也不差，选的牌还行。这车在深圳算车圈里面懂车的人还是蛮震撼的一件事情，然后他们也打电话给我，要求看看神车吧，算是，然后有一段时间我也不太愿意开出去，因为其实太张扬了，所以买入之后，其实有几个月，这车停在地库的时间是比在路上跑的时间长的。买了4、5年之后，它其实才开了3、4万公里，一直停在车库，但是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开它去打蜡、去保养，去各种养护吧，因为确实是深爱着这车。车是04年底出厂的，尾气版的 M3， 因为其实尾气版和中期版的区别就是它的尾灯是 LED 的。这车也是这个系列最高配的，在那个年代就配了哈曼的音响，然后还有导航。车最直观的感受，就机械化的一些东西，都在这车上保留了。我第一天提这车的时候刚开始其实是不适应的。SMG 波箱它不完全是一个自动波，它算是一个半自动。你挂档后，其实这车是不会动的。然后我第一天上车踩下去的时候，其实整个车就一直前后冲。你是控制不了它。第一次狠狠的开它的时候，应该算是它过了5000公里保养期之后，给我最直观的感受，其实就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推背感。我感觉它是一台小飞机，因为从起步到直线过弯之后到200公里，那种冲击感啊，从来没有体验过。而且到200之后，油门和公里表没有停滞过，还是线性的一直往上走，只是道路不允许它往上走了。是开这车最快的速度，当然我们不宣扬在马路上开那么快，我平时也是一个就是开车很慢的，加完油在高速5档。去到280左右，当时我直观感受就是高速路那些路灯之间没有距离，没有时间差，然后我也不敢再换挡了，开始收油，但我觉得报表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当时那个年代其实
日系车比较盛行，因为玩车的门槛比较低嘛，然后改装的门槛也低。但是我自己其实也拥有日系车，就18路，然后8代半，就易爆的8代半吧。然后其实也改了，刚开始的感觉还是蛮强烈的，但是开了这车之后，我就觉得那是2个感受。因为其实很多日系车就是改了之后，可能换一个涡轮之后，它马力就是400匹、500匹，但是我觉得和这台 M3就真正的它轮上343匹的马力相比，我觉得是虚的。因为这台车给我的直观感受就是，有时候猛到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可怕，开起来。整个开了这么多年，其实它唯一的缺陷吧，我觉得只有刹车。车速快的时候确实是收不下来的。然后后期我也订了意大利 Brembo 然后原装位，然后380的碟换了刹车，但其实还是收不住。可能和厂家设计就是这车重也有很大的关系。因为据我了解，很多国外资深的改车对这台车的改装，其实基本上没有从动力上下手的，基本上是减轻。因为减重之后，这台车就可以去到4秒多，而且刹车性能也会就是有巨幅的提升。虽然它和现代的车比，性能上、数据上可能是落后的，但是我个人认为驾驭这车可能更需要就是有一定的驾驶功底吧。以前那个年代和这个年代的车比，确实没有舒适性。然后它其实因为波箱从那个宝马参加 F1，然后移植到这台车上来，然后波箱的顿挫感也好，就是给人就是直观感受也好，都是不好的。就是你每次换挡它都会有顿挫感，无论你开多慢，然后每次换挡，不懂车的人都会觉得你波箱坏了，因为它会有换挡的声音。其实我觉得那个年代的宝马更想造出一台就是运动机器，想告诉有热忱的车友们，什么是真正的驾驶体验。买这个车算是父亲对我一种特别的疼爱吧，所以愿意付出这笔巨款。买了之后，其实对我来说，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。其实，算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有意识的就是想提升自己。我内心里还是很感激我父亲，然后也很想就是凭自己的能力，买一台车送给他。他算是一路激励着我奋斗，一路激励着我努力的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吧。当然，在07、08年，我算是实现了就是我想做的事情，我也送了一台车给我父亲。那算是我拥有这台车之后更欣喜的一件事之一吧。它给我自身的意义太深了吧，到最后都不舍得卖。我想在未来就是比较闲的时间，我亲手把它包装成我曾经想要的样子吧。